在北约情报的加持下，乌军前2天还使用海马斯成功袭击俄罗斯新兵连，造成数百名俄军阵亡。或许呢是前线不利，以及乌军一直袭击莫斯科的缘故，俄军开始对泽总动手了。泽总刚赶赴前线展开访问，俄军导弹便应声而至，袭击乌军指挥所。俄罗斯前2天爆出来一条消息，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了一个第聂伯罗地区的乌军指挥所。当然这点真正常，乌军都不知道炸多少指挥所了。问题是指挥所里的人，这个指挥所刚好是泽总访问的地区。泽总当时在这个指挥所与扎卢日内、希尔斯基以及其他高级指挥官开会。很明显，俄军这是掌握了泽总的行动。就结果来看，俄军失败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的目标就是乌军核心指挥层。对于俄罗斯而言，泽总是停战谈判最大的绊脚石，加上乌军一直袭击莫斯科，俄军发起斩首行动并不算意料之外。当然，乌军也有斩首行动，并且早就开始了。详情可以参考风暴阴影的战绩，火力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不过除了风暴阴影，乌军还使用 S-200 防空导弹袭击了格拉西莫夫。在俄罗斯袭击泽总之前，乌克兰也打击了俄罗斯的一处指挥所，刚好是格拉西莫夫和多名俄罗斯军官会晤的地点。只是结果很遗憾，没有得手。毕竟这只是一个 S-200 导弹，乌军通过改变导引头的方式，从地对空模式切换至地对地模式，性能可想而知。可以看出来，乌俄双方的情报机构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较量，打算通过侦察打击敌方高级将领来获取战争的主动权。乌军之所以在7月份发起第2次反攻，主要原因就是第58集团军指挥混乱。波波夫被解职之后，接任者佐科夫在路上就被风暴阴影炸死了。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乌俄的情报都是哪儿来的？乌军的情报来源有很多，比如敌后游击队的渗透，北约情报的支持。乌军的战场情报都是北约提供的，这点各位也都知道。乌军士兵的平板电脑能连接美军的预警机和北约的情报系统，可以实时获取战场情报。这个问题火力军也说过，就简单提一下吧。俄本土的轰炸事件基本上都是美国 CIA 乌克兰渗透部队以及北约特工小组干的。乌军无人机频繁袭击莫斯科，大概率也是抓住了俄罗斯的防空漏洞。还记得之前乌克兰表示过，乌军在离普京最近的办公室安插了线人，间谍渗透加上北约支持，找到莫斯科的防空漏洞并不是很难。至于战线上的斩首行动，基本上都是北约的情报支持，比如美国卫星探测到了俄罗斯军用越野车以及通讯车辆出现在前线某一地点，乌克兰的地下情报局对该地点进行了探查，随后确定俄高级将领的位置，并将消息传递给空军。于是苏24就带着风暴阴影给俄军来了一发。还有无人艇袭击俄舰艇以及克什大桥，都是北约提供给的情报。美国的 RQ-4B 全球鹰无人机一直在克里米亚附近进行侦察活动，在黑海周边空域还有北约的 RQ-4D 大西洋2等等。可以说俄军舰艇的活动一直在北约侦察飞机和预警机的监控之下。至于俄军的情报来源，可以参考乌克兰。乌军是依靠北约卫星以及星链，那俄军依靠的就是自己。根据美国太空部队美防空司令部长期监测数据显示，俄罗斯目前在轨道上一共拥有102颗正常工作的军用卫星，偶尔也能发现点东西。加上俄军对乌军的渗透，判断泽总的行动并不是很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俄军的卫星并不是万能的，俄军的合成孔径雷达以及光学侦察卫星数量有限。俄军卫星一天只能在乌克兰上空飞跃2次，并不能找到乌军的主力部队。想要通过卫星对一个地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侦察，就必须至少有12颗以上的卫星，俄军暂时做不到。而且在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协助下，乌克兰计算了俄罗斯每一颗卫星的过顶时间和过顶位置，乌军的第9军和第10军就可以在俄军卫星过顶拍摄的时候全军进入隐蔽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乌军去年能成功反攻哈尔科夫，无法发现乌军部署。当然，以上只是猜测，各位看看就好。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回到乌俄前线的战况。有消息称，乌军以己方0伤亡造成俄军1个连的损失，
也就是火力军开头说的俄新兵连全军覆没。根据乌克兰透露的消息，乌军再次炸毁了俄军前线兵营，造成了至少150名士兵伤亡，同时摧毁了大量的装甲车。火力军只能说，俄军这是活该。俄军在战争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战争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之前俄军新兵在顿涅茨克方向集结时，就遭到乌克兰导弹攻击，甚至还有俄指挥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召集动员会。结果由于自己迟到，造成士兵在等待过程中被乌军导弹一锅端。这一次更离谱，光明正大的在前线集结新兵，并且在没有任何安保措施的空旷地带训练。乌军这次袭击的地点是贾里尔加奇岛，距离前线约60公里，位于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内。估计俄军是认为赫尔松方向的战斗相对不是那么激烈，才敢在靠近前线的地方集结新兵，并在这里对新兵进行训练。只是俄军低估了乌军的情报系统以及自身保密措施做得不到位。乌军发现了俄军集结之后，立马发射了5枚海马斯火箭弹，期间没有遭到任何防御拦截，一举摧毁俄军一个新兵连。说实话，贾里尔加奇岛距离赫尔松核心战场只有80公里的距离，也就是说，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北约都能随时进行全方位监控，更别说北约无人机时刻都在俄军阵地上空盘旋，要发现这些正在集结的俄军并不难。而且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攻击范围完全能够覆盖整个贾里尔加奇岛。乌俄正面战线，俄军为了躲避海马斯，指挥所与弹药库已经一退再退，并且还能干扰 M31 火箭弹的卫星制导。但是俄军在贾里尔加奇岛一点防备都没有，火力军也只能说活该。问题来了，乌军是如何发现的？目前存在好几种不同说法，有的认为是乌军游击队提供的情报，不过贾里尔哈赫岛是一个封闭的小岛，游击队不太可能在这个地方过于活跃。火力军估计是乌军无人机的功劳，乌军通过无人机的侦察，发现了俄军早上列队点名训话的场景，还能看到俄军将重装备密集停放在一处，无人机将情报传递给炮兵，然后海马斯给俄军来了一个5连发，摧毁了俄军新兵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乌军对奥切雷图瓦特的袭击，那里距离前线只有15公里，俄军还是用大型纵队运输弹药，结果无人机召唤乌军炮兵一顿狂轰滥炸，几辆弹药运输车被炸毁。当然，这次能成功袭击也有北约情报的功劳。俄军这次投入新兵进入前线，大概率是为了配合俄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根据北约透露的消息，俄罗斯将在8月份晚些时候，在乌克兰多条战线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为了对俄军实施不间断监控，北约侦察系统24小时工作，在关注俄军动向同时，随时向乌克兰方面共享情报。除了斩首行动以及对后方的突袭，乌俄正面战线也很激烈。比如俄第58集团军与乌第47机械化旅开始血拼，那么二者谁会先被打残呢？在扎波罗热中线地区，乌俄双方都动用了自己的精锐部队。俄军第58集团军与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乌军第47机械化旅是新组建的，但是他抽调的士兵都受过良好训练，而且有丰富作战经验。47旅的前身就是2022年组建的第47突击营，虽然也就1年多的时间，但是47旅参加了巴赫穆特战役，作战经验丰富。当然了，47旅在巴赫穆特作战时的损失很大，之后乌军对其进行了补充，重新扩充，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突击团。存活下来的老兵成了骨干，后来改为现在的第47机械化旅，整个部队也接受了北约的训练，可以说是乌军精锐中的精锐，装备也很好，德国的豹2、美国 M2 基本上都给了47旅。俄军的第58集团军是1995年成立的，属于俄罗斯武装力量中编制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合成集团军，一直部署在北高加索地区，在第2次车臣战争中一战成名。二者首次血拼就是乌军6月份的大反攻，当时的47旅确实有损失，豹2与 M2 坏了不少。没办法，俄军的雷区面积太大了，乌军不能进行大面积的作战，都被压制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面，再好的坦克那都成了一个靶子。不过就算如此，前线的乌军对这些北约装备依旧有很高的评价，在保护成员这方面，北约武器比苏式武器强得多。按照第47旅士兵的说法，
M2 被反坦克地雷炸毁之后，成员基本上完好无损，甚至是履带被炸断，负重轮被炸坏，人都没事。车组的相关人员能够快速的撤离，然后再加入到其他的小组，重新又组织起来作战。可以说，在中线奋斗的乌军第47旅损伤并不大，就没有撤退过。加上乌军这次新增的第10军，估计第58集团军要难了，被打残也只是时间问题。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第58集团军什么时候会被打残？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